那您看啊，这个数字非常的关键。刚才您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单位哈，那我们饮食呢，大概只能提供400毫克。但其实您看，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可能对这个400毫克没有概念。比如说呢，我们确实通过钙剂额外呢需要补充500到600毫克，才能达到您刚提到的说每日我们需要1000到1200毫克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在我们的饮食上，具体该怎么搭配？比如说，您能不能跟我们聊点咱老百姓都知道的日常的饮食，哪些食物当中，钙的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咱可以多吃啊。对。其实这个含钙的这个食物啊，有的人大概也都知道。我主要是讲一下这个老年人这个高钙吃的，刚才你提到的，哪些含钙量高的、有效的呀？也顺便澄清一下有些这个误区。其实这个好多网上也有这种图表我觉得可以，我自己也总结了一下，也是根据这个我们根据我的病人还有老年人一些特殊习惯吧，总结了一下。其实这样很简单的搭配一下也行。就是早餐，好多一杯牛奶大概就含记住就大概含250毫升。然后午餐，也不是，但是早餐这是补钙的哈，不是说一杯牛奶就行啊。午餐就是一份特别简单的一个油菜清水，但必须得用开水或者是焯过的，才能有效的这个钙才能吸出来，大概是200毫克，再加一两这个豆腐，有北豆腐，这个也含钙，也含大概70毫克吧。如果说觉得不够，可以加一些一小杯酸奶，这都是比较容易买到的。晚餐呢，就是一份青菜炒豆干，大概是豆干吧，其中就大概是50克吧，含钙量100毫克，这样加起来几乎就差不多了。我再重申一下这个补钙的原则，就是它需要扳手，不是单纯的我吃个这个东西，就能吸收。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维 D， 就是维生素 D， 它是一个就是搬运工，光有钙没有说，光钙在那儿待着，没有这个搬运工去搬过去，它还是把这个房子盖不起来。所以建议还是在上午的这种10点到下午的3点左右不能割玻璃，尽量不要涂这个防晒霜，晒手臂或者背部，晒个半个小时，这个就是天然的一个搬运工嘛。还有就是尤其这个夜间这个平时吃饭了，限制一些个盐了，这熬夜的人咖啡了，和咱们中国这个特色浓茶了，这个高盐饮食它会增加这个尿钙的排出，咖啡它会干扰这个钙的这个吸收，所以建议这个咖啡每日不要超过这个2杯，也避免与这种高钙的这些同时，那不就是一边吃一边限制吸收，其实是无效的。还有我就是刚开始我讲到的这个骨头汤不补钙，其实也是网上有个图片，这个好多图片都是五花八门吧。其中提到就是虾皮含量最高，但是呢，其实如果使用过虾皮人都知道，它还比较咸，因为它是有的是海制品，海虾，盐分其实更高的。刚才我提到的盐是阻碍这个对钙吸收的，它吸收率远不如这个奶制品，不宜多吃这是一个误区。还有就是普通的这个，有人说我喝点豆浆，豆腐不是补钙吗？或者豆浆，其实豆浆也只是牛奶的1/10，也不能作为这个主力补钙。所以说为了这个科学有效的通过这个饮食补钙我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就是刚才我提到保持这个基础摄量，就是牛奶或者酸奶一般是300-500毫升吧，搭配一些豆制品和一些蔬菜但是蔬菜记得要焯水不然的话那个好多那个酸性的东西也会阻止这个钙的吸收。还有就是巧用一些这个坚果
干果类的，比如说黑芝麻啦、杏仁啦，作为这种加餐提味的，也可以促进吸收。保证每天这个半个小时这个日照，或者是比方说保证不了，这边身体很差，或者出不了门，或者天气不好，或者是在冬天了，就是需要就额外的咱最好这个医生指导下补充一些额外的这种维生素 D， 刚才说到的维生素 D。还有就是一个减少它这个吸收，就是做菜少放盐，再总结一下就是吃蔬菜，先焯水，少喝这些浓茶和一些过量的咖啡。就纠正几个吧比较常见的这个误区吧，就是也是总结一下吧，喝骨头汤能补钙，这是重大的误区。因为动物骨头这个骨头当中的钙是以这个这个磷灰石这个形式存在的，它很难溶于这个水，熬出的汤又溶解了大量的这脂肪和一些嘌呤，大家都知道跟这个痛风有关系，对，是。还有一些少量的氨基酸，其实钙已经是微乎其微，钙其实就在骨头里或者肉类里边，所以长期喝这个不但不能补钙，增加这个高脂血症痛风的风险，反而会引发其他的病症，对，远远大于它的收益。误区2就刚才提到的这个虾皮，好多觉得虾皮是高钙的啊，但含盐量更高，其实盐是阻碍这个钙吸收的，也不能作为常规的补钙。第3个就是豆浆，虽然是豆制品，不能替代这个牛奶补钙。就未经过这个普通的这种豆浆，钙含量其实也只是牛奶的一个1/10，远远不是这个钙的主力还是牛奶。那刘主任，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补钙呢，不等同于抗骨质疏松。对于已经确诊的患者，除了这些您刚提到的基础设施，还有哪些核心的武器？或者说我们在生活中有哪类人群是需要启动咱们药物治疗的？能不能跟咱们聊聊这个事儿？你说的对，补钙是这个预防骨质，只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如果确诊是骨质疏松患者了，但还远远不够，必须得加用一些抗骨质疏松的治疗。刚才我提到了钙只是一个基础，其实这个正常人也应该到了这个年龄，即便没有诊断骨质疏松，也应该在预防性的补钙。就是我一开始讲到的骨密度，如果体脂里边有个报告，就体脂-2.5无论你是否有过我刚才说的脆性骨折，还有就是体脂在-2.5和-1.0之间，这属于这个低骨量的一个人群。刘主任，非常感谢您刚才的分享。您刚才跟我们聊到了一些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能够买得到，并且也很方便做的一些食物。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看我们现在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关于骨质疏松的自测问题，您刚才前面提到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家就能自己测试的有哪些呢？行，我先简单列举几个问题我刚才提到了大势就是阳性，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父母或者是本人是不是有过稍微轻微的一个摔倒，比方说从一个凳子上，我从一个起立坐下摔到地上，或者是上厕所滑倒，或者是从一个沙发上特别矮的一个板凳掉到地上就突然就骨折了，或者大胯疼了，这种如果答案说是有，这个直接也可以诊断为骨质疏松。然后就是然后这好多老人我驼背，还有些老人说我今年我这个儿怎么长矮了，我以前1.6米，现在怎么不到1.6米了？我得穿个增高鞋呢。这也预示着你这个骨量的减少，就要警惕这个骨质疏松了。还有就是一些嗜好，刚才提到的喝酒，是不是每天
有的老人每天每顿饭都得喝1杯酒，或者2两、1两的，包括什么啤酒、葡萄酒，有这种情况的也要警惕这个骨质疏松。还有就是抽烟，这个抽烟的老人普遍这个年龄，有就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危老先衰的一个，也要警惕这个骨质疏松。还有一些就是我经常腹泻，常见的病就是溃疡性结肠炎啊，大便次数比较多，一天我得上厕所2次到3次，这个病人他这个营养丢失也多，这个也要警惕这个骨质疏松。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女性绝经比较早40岁或者45岁，或者是就是因为一些疾病我人为的绝经了，比如子宫肌瘤了，我切除子宫了，也要考虑这个。还有就是这种刚才我提的这个说到了这个12个月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月经来，但是除了这个怀孕还有男性就是是否有一些这种性欲减退了，或者一些雄激素过低的这种相关症状，如果大致几乎也能判断为骨质疏松，至少是个骨量减少，大概就这些问题。